林学长，回去吧，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曾小雅越过了林健就走。小雅，林健伸手拉住她。小雅，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我会好好对你的，保证一生一世对你好，只对你一个人好。战月用力拍开了林健拉住曾小雅的手，他都还没有拉过曾小雅的小手呢。情敌当着他的面去拉小雅，问过他了吗？他同意了吗？林先生，你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动脚的。曾医生都说了，对你没有感觉，你还死缠烂打的，我是男人，都看你不顺眼。林健冷笑，你当然看我不顺眼，你想跟我争小雅，姓战的。我告诉你，就算小雅不喜欢我，也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小白脸的。小雅喜欢有能力的，你这种连正式工作都没有，连给小雅提鞋都不配。林学长，曾小雅严肃地道，我说了，这是我和你的事，不要扯上战先生。战先生是，我就没工作怎么了？再没工作也比你好。我懂得尊重人，不像林先生，一点都不尊重曾医生。未经他同意就拉住他。战月没有让曾小雅说出她的真实身份，就让林健以为他是个只知道啃堂哥堂嫂的人吧，免得林健说他胜之不武，凭身份碾压。就算不暴露他战家八少爷的身份，他也能碾压林健。我刚才是着急，冲动之下才会拉了小雅一把。小雅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小雅，你看看他哪一点好了？行，不扯他。小雅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我喜欢你好几年了，天天去向二叔请教问题，都是冲着你去的。林健祈求，小雅，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林学长，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听不进去，我没有办法。对不起，我要回家了。曾小雅再次撇下林健就走。林健还想再拉住他，被战月挡住了。他碰不到曾小雅，不死心的他跟着两个人走。战月说他，姓林的曾医生都不想理你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像跟屁虫似的跟着了？曾医生说你诊所的护士很爱你，你还是回去和你的护士好好谈恋爱吧。林健哪肯离开，男人懂男人，战月就是喜欢小雅，哪怕战月还没有明着表白，他能看出来。好在小雅也没有爱上姓战的家伙，他还是可以争取的。大家都喜欢小雅，就公平竞争呗。他开着诊所，有房有车有存款，收入超越很多人了，论条件不输于这个姓战的。他得请个私家侦探帮他调查一下战月的家庭情况。情敌嘛，总要知己知彼的，才能打败情敌，抱得美人归。曾小雅加快了脚步，很快就回到了自家诊所。二叔在给一个病人看病，二婶在玩手机。看到小雅回来，二婶抬头看她，小雅回来了。待看到后面跟着来的两个男人，二婶的笑容就有点僵了。战月没有像林健那样天天往曾家跑，不过以装修为题，每次过来也来得光明正大的，还让小雅没有拒绝过他一次。比起林健，这个战家八少爷就腹黑多了。二婶是更看好战月的，只要战月对小雅是真心的，豪门又如何？以战家的好家风，小雅闯一闯战家，想来也不会吃亏的，反而会很幸福。就是每次两个男人碰面，总是暗战无数。此刻两个人一起进来，你碰我一下，我碰你一下，都想将对方挤到后面去。回来了，二婶，不忙吧？不忙，我上楼去了。不忙，你上楼休息吧，好不容易休息一天。二婶知道侄女是烦了林健的追求，曾小雅很快上楼去了。二叔，二婶，两个男人礼貌地打招呼，又都眼睁睁地看着曾小雅上楼去。未经同意，他们俩都止步于二楼。曾二叔夫妻俩都嗯了一声，然后二叔继续给病人看病，二婶继续刷她的视频。战月走过去，二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
没有呢，现在病人不多，挺闲的。小站材料都买好了吧？买好了，等会儿店家就送过来。唐师傅做到哪一步？需要买什么材料？他跟我说，我提前买好就行。二婶嗯了一声，又问装修到哪一步了？还在贴砖，等装修好了，二婶过去看看。就在曾医生的楼上，做了楼上楼下的邻居了。曾二婶笑，她敢说占月买到侄女的楼上是刻意为之，为的是近水楼台先得月。其实临建也算是近水楼台了，毕竟两家诊所离得并不算远，就是不行，在15分钟内也能走到了。没那么快装好的小雅的房子，没有你的那么大，都费了不少时间。主要是装修师傅就3、4个人，主力则是唐师傅一个人，有很多活儿只有唐师傅一个人做，其他人是打下手的，进度就没有那么快。占月也不着急，他若是着急的话，早就自己安排装修队过来了。若是他自己安排装修队过来，1个月内就能完工，质量也能保证杠杠的，因为人多干活快。在路上遇到林医生的吗？二婶轻声问占月。我奶奶过来看我的房子，去曾医生家里坐了一会儿。我们俩刚送我奶奶离开，就看到了林医生。林健跟曾二叔更聊得来，二叔不说支持他，至少没有阻拦他，二婶对他的态度就很一般。林健感觉二婶更偏向占月，那小子长得太帅了，俊男美女总是能让人偏心一点的。他也不怪二婶，一直以来二婶对他都是淡淡的，曾二叔却把他当成学生来看待，就要好很多。林医生给曾医生买了一套护肤品，是牌子货，应该挺贵的吧。我家里的嫂子们也多是用那个牌子的护肤品，他没有买过，就不知道多少钱一套。反正他嫂子们会用的就是好东西，好东西都不便宜，1分钱1分货嘛。曾医生拒绝了姓林的不死心，纠缠不休的，还怪到我头上来。曾医生都说了，只把他当学长当哥哥看待。占月小声说着情敌的不是。曾二婶说道，他那个人还是优秀的，只是他的原生家庭，我可不想小雅嫁过去后要扶持一大家子，成为别人的提款机，以后那一大家子的亲戚有病有痛，需要住院，准是麻烦小雅，麻烦我们，那样对小雅影响很大，也会为小雅带来很多麻烦，所以啊，我是不支持他的。占月，你若是喜欢我们家小雅，就大胆的表白，追求她吧，二婶看好你。占月咧嘴笑，谢谢二婶这么看得起我。我会的，二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让我去做吧。不用，你忙你的吧，去看看你房子的装修。晚上过来吃饭，饭后可以请我们家小雅去看2场电影，她好久没有放松过了。明天又得正常上班啦。占月说道，我怕曾医生会拒绝，请曾小雅看电影，曾小雅又不傻，就会知道他对她的心思。拒绝怕什么，多请几次，总有一次他会答应的。哪个男人追妻，初时不会被拒绝的。占月想想也是，他往楼上看了看，再看向情敌。林学长在和二叔聊天，又似是在请教医学上的问题。占月没有凑过去，自讨没趣，跟二婶说了声，他先行离开。知道二叔二婶也不看好小雅和林学长，占月松口气。下午4点多，海童去儿子的学校接儿子放学，他还买了一串冰糖葫芦，酸酸甜甜的，他都爱吃，好久没有在外面买过了。平时他想吃都是自己动手做，或者让家里的阿姨做。很快，宝宝从学校里出来，看到妈妈后，小家伙开心地跑过来。妈妈，他跑到海童跟前，开心地扎入了妈妈的怀里。爸妈是很爱兄妹俩，但工作忙，早上能送他上学就很不错了。下午放学经常都是叔叔或者管家过来接他，父母偶尔才会来接一次，所以看到妈妈来接他，
战牧尘很开心。海童拥抱了一下儿子后便松开了，随即就将那串冰糖葫芦递给儿子，说道：“快吃，别让你爸爸知道。他知道了又得说我在外面乱买东西给你吃了。”战印因为和他结婚是比以前接地气点了，但他毕竟是豪门大少爷，骨子里头带着清高，总嫌弃外面的贪食不卫生不安全，不许海童买给孩子们吃。海童一般也不会买冰糖葫芦，他觉得问题不大，偶尔给儿子买一串，母子俩偷偷吃，不敢让战印知道。他从小吃到大呢，身体好得很。战牧尘接过了冰糖葫芦，问道：“妈妈吃过了吗？”妈妈吃了一串，这一串是给你的。看到儿子有点热，他拿出纸巾帮儿子擦了擦汗。走吧，回家，妈妈晚上不用应酬。吃了饭，带你们兄妹俩去逛大超市，在超市1楼玩。大超市1楼有儿童游乐场所，晚上很多家长会带孩子去那里玩，既能吹空调，又能带娃。小孩子在那里玩得开心，还有很多伴儿。海童有时候会化个丑一点的妆容，再给2个孩子换上朴素一点的衣服，然后带着2个孩子去逛超市，那样就不会引来别人的关注，更不会被媒体知道。反正有保镖在暗中24个小时保护母子3人，安全问题不用担心。他尽可能让儿女像普通的孩子那样，能正常出门逛超市，和其他小朋友一起蹦蹦跳跳的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。好，爸爸去吗？爸爸没空，他要应酬，不去。再说了，你爸爸跟着去的话，容易引人注目。就算他能帮战印化个妆，让人认不出他来，但战印那气场、那风度过于强大，走在人群中，气场特别大，特别容易引人注目。还有那家伙不喜欢化丑妆，自恋得很呢。哦，那太奶奶去吗？太奶奶想去的话，就带太奶奶去。你太奶奶今天去你八叔的新房子坐了好一会儿呢，应该发现了新鲜的趣事。战牧尘边吃着冰糖葫芦，边问太奶奶发现了什么新鲜的趣事。小孩子别问那么多，妈妈不许我们小孩子问那么多，又要告诉我不是存心勾出我的好奇心，又不让我知道答案，想让我好奇死吗？海童好笑地轻捏一下儿子的脸，臭小子，这么快就会反驳妈妈了。战牧尘和妈妈在一起是个小话痨，很多话说，在爸爸面前就不敢太放肆。妈妈管他们虽然也管得严，但妈妈还是比爸爸温和。爸爸太严肃了，爸爸的温柔只给妈妈和妹妹。宝宝，宝宝。不远处传来了苏猛的叫喊声。2个人同读一所小学，但没有同一个班。苏猛班里下课快了几分钟，他就比宝宝先出学校。来接苏猛的是他奶奶。海童带着儿子走过去，海阿姨。苏猛礼貌地问好，宝宝则向苏太太打招呼。海童也叫了一声阿姨。彤彤今天有空来接宝宝的，我接到苏猛时没看到你家的车，以为还没有人来接宝宝，便等着，想着要是没有人来接宝宝，我帮你把宝宝接回去的。我下午有空就过来接他放学了，让管家不用过来。小军没空吗？海童随口问道。苏太太还没有答话，苏猛就开心地说道：海阿姨，我妈妈肚子里有小弟弟了。闻言，海童惊喜地问：真的吗？什么时候怀上的我都不知道。苏太太想说孙子的嘴巴没个把门的，儿媳妇2胎刚怀上，昨晚买的早孕是指自己验的，是2条红线，还没有去医院检查呢。谁都还没有说，就是自己家里人知道了。没想到孙子是个大嘴巴，这么快说出来。好在是海童，他和小军是最好的朋友，知道了也没事。外人苏太太是不想说的，要等小军坐稳了胎，满3个月了才能往外说。昨晚才知道的，应该刚怀上，用早孕试纸验了2条红线，
不过第二条红线还不是很明显，想等1个星期后再去医院验一次。海童笑道：“那是8、9不离10的了。”阿姨，恭喜你又要当奶奶了。苏太太笑道：“谢谢，就希望这一胎能生个女儿吧，小子太调皮了。”苏猛的调皮劲儿是出了名的，苏南就经常在战役面前吐槽儿子的调皮，家里老人家又宠着，有时候苏南都很想揍儿子一顿。好在小子很聪明，要是又笨又调皮，苏南早就揍儿子了。海童笑道：“阿猛慢慢长大了，会懂事的。小孩子调皮点很正常，我宝贝同样调皮。别看宝宝表面看起来很安静很听话的样子，那是骗人的，跟他爸一样属于芝麻线。他很调皮吗？想想自己是闯过不少祸，有时候也惹得爸爸很想揍他。好吧，他是有点调皮，不过妈妈说了，孩子都这样，只是男孩子更好动一点，也有女孩子很调皮的。贝贝就安静不下来，一安静准是在搞破坏。苏猛，要不要吃冰糖葫芦？宝宝要将自己的冰糖葫芦与小伙伴分享。苏猛，阿姨去给你买一串。海童说：“儿子，你都吃过了，还给苏猛吃。”苏太太说道：“我去买吧。”阿姨，我去买，你带2个孩子上车先。海童去给苏猛买冰糖葫芦。等妈妈走开后，战木晨问小伙伴：“小军姨有小妹妹了吗？”“我妈妈有小弟弟了。”苏太太轻斥孙子，要说妹妹，你不想要个妹妹吗？这小子知道妈妈肚子里有个小宝宝后，就说是小弟弟。苏猛眨着大眼睛说道：“可是，我觉得妈妈肚子里的是小弟弟呀。”“哎呦，我的孙女啊，要被你说不见了。说妹妹，不要说弟弟。你都6岁了，说的应该不准，不准的是妹妹。”苏猛冲奶奶扮个鬼脸，反正他觉得妈妈肚子里的是小弟弟，不是他不想要妹妹，是他真的觉得那是弟弟。虽然弟弟没有妹妹那么好玩，不过有个弟弟也好，到时候他这个大哥后面就有2个小弟弟跟着了，多威风呀！苏奶奶，苏猛说小军姨肚子里的是小弟弟，那就是小弟弟。我妈妈说她有我妹妹的时候，我说是小妹妹，然后真是小妹妹，妈妈说我们小孩子说话很准的，看来她是没有孙女的命了。既然儿媳妇肚子里怀的极有可能是个小子，那就希望老二比老大乖巧一点吧。苏太太嘴上嫌弃孙子调皮，最疼爱最宠着孙子的反而是夫妻俩，隔辈亲隔辈亲，在他夫妻俩身上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的。很快海童买了一串冰糖葫芦回来。阿姨，找家点新店，我们要点东西吃，聊聊天。苏太太答应了，2个人各自带着孩子回到车上，然后开车离开了学校，在附近的一家奶茶点心店找了个位置坐下来，给2个小家伙要了几样小点心，2杯果汁。海童则要了1杯咖啡，苏太太只要1杯白开水。彤彤，这都快5点了，你还喝咖啡，不怕晚上睡不着？喝习惯了，咖啡已经影响不到我的睡眠，就算是晚上喝1杯，到点休息了，一样能睡得着。海童关心地道：“小军真怀上了，叫他注意休息，不用回公司了。公司有我和小飞呢。他要是无聊，就像以前那样去守着书店。书店很多时候都是沈小军看着了。海童这个当家少奶奶是越来越忙，再加上3个人合股开的几家公司，生意是越做越大。他和商小飞都走的女强人路线，沈小军就没有那么强的事业心。他也会回公司上班，但不会像海童这样拼搏。可能是家里生活条件一直很好吧，他从来没有生活压力，习惯了悠闲。嫁人后又是嫁给苏南，苏南有的是钱，他就算不上班，苏南也能养得起他，让他继续过着优渥又悠闲的生活。看守书店就很适合他了。会的，他现在还没有妊娠反应，又是刚怀上的，说还要上班。他说他不是第一次当妈，
有经验了，叫我们不用大惊小怪的。苏太太对儿媳妇第2次怀孕，都没有第1次时那么紧张了，就是儿子和儿媳妇也淡定得很。老二来了，他们欢喜接，但不会像第1次当爸妈那样紧张兮兮的。很多人都细说，老大因为紧张在乎，没有经验，就照书养。等有了老二，则是照猪养，因为有经验了吗，也没有初为人母时的紧张。苏猛说是小弟弟，哎，我想有个孙女的，像你们家贝贝那样软糯可爱的孙女儿。苏家没有像战家那样是和尚庙，但家里的孩子也是以男娃居多的，像苏南堂兄弟不少，堂姐妹就很少，也是有一个手巴掌都用不完的那种。目前苏南这一代已经结婚的是他和苏腾，2个人婚后生的都是儿子。2个小家伙精力好，活泼好动，出门玩，看他们俩能让人头痛，在家连屋顶都能掀翻，照样让人头痛。长辈便希望能添个女娃娃，女孩子比男孩子要安静一点。苏猛现在6岁多了，他说的不准的了，说不定是个女儿呢。不论男女，都是你老的孙辈。苏太太笑，那倒是，不论男女，都是我的孙辈，我一样疼爱。她宠溺地轻摸一下孙子的头，不过能有个孙女就更好了。苏猛和战牧尘忙着吃他们的小点心，不想再强调妈妈怀的是小弟弟。苏猛，我妈妈说晚上去大超市玩，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？你今晚去我家里住好不好？明天咱们一起读书。这种事梁小芝也经常做的，2家长辈是乐见其成，说梁小芝就是当年的战印和苏南，铁关系是从小培养而成。海阿姨去哪家大超市玩？是最大的那家吗？沈小军有时候也会带上儿子约好闺蜜出来逛街，自然也带孩子去逛过本市最大的超市。那里1楼的儿童乐场是很多人的带娃圣地，特别是现在天气热，只要带孩子出去玩，家长们都喜欢带到那里。有免费玩乐的，不用花钱，还能享受到空调的清凉。